好，你要知道我住哪嗎？好，我是中壢人。中壢人，你知道在哪嗎？知道。你确定知道在哪嗎？你们要跟桃園分開。好，非常好，100分的回答，对吧？接下來就是想知道他住哪裡，因為怎麼樣的環境去塑造他這個人的那個感覺。然後反正台灣那麼小，住哪邊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就大概想到，他是都市人呢，還是步調比較慢的城市的人這樣。你幾歲？21。21。对吧？21。對，我21。你才21？對，我21。救命！你不知道他畢業了沒啊？他成年了嗎？我不確定哎。他21歲，這個在我的認知裡，能喝酒嗎？能開車嗎？他開車來，我覺得他的駕照可能要看一下。對，他可能還沒有畢業，他可能不能喝酒。21，好，知道了，對不對？就是你心裡會開始有很多對於21這個東西的既定印象或刻板印象。對啦，對啊，會開始加進來，對吧？我覺得你猜我幾歲，就是你大概希望我幾歲，就你能接受的範圍。也不會說能接受的範圍啦，就是規則是可以破的嘛。對，但的確我可能會希望年紀大一點。然後所以我把你設定在就是大概偏25，所以對，但是我没有想到落差這麼大。如果你今天回答23、24，我覺得還有21，什麼意思？21還在念書吧？播出的時候我應該就22，會在意他怎麼想這件事情的，因為如果他真的很把這件事情那個比例占很大的話，我也會覺得。不需要強求什麼關係，這個年齡差不會影響對他的好感度，就我還是整體非常喜歡這個人，而且他其實就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啊，可能會把他當成妹妹看待。我就是會有點擔心會有這種情況。其實，在大部分我常出現的場域裡面，我都是年紀最小的，所以我比較少會是照顧別人的角色，包含在過往的戀愛經驗裡面，我也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小的角色。所以，對，的確，這個年齡差這邊，我會覺得哦，好像角色不太一樣了，會有這一層新的眼鏡。本集由藍星 Villa 和337同居約會贊助播出。好可愛啊，水豚寶寶，好可愛，超級可愛。我們有食物喲。先不要吃，來握握手。好可愛，好美，好漂亮，好美。Hello， 你好美哦，好漂亮。那這個給你吃，他們是吃這個。哦，好像可以吃這個可以嗎？哇，我自己都會偷摸。你怎麼了？突然坐下。Hello， 他們就是呈現一個很放鬆，好舒服，好溫柔，好溫柔，而且這邊好溫暖。好軟哦，小 baby， 小 baby， 你可以，而且你要吃吗？哎，你咬我耳朵，你咬我，它好可愛哦，你還好嗎？我也很感興趣，來給你，你都會把人家的草給搶來吃，你好壞。它都會用手抓着那個葉子，超級無敵可愛。然後它會停頓發呆，然後就會被生槍搶走。我們剛剛聊到你現在有能量嗎？有啊有啊。真的嗎？通常是團體的時候，我想說可以休息的時候，謝謝。頭髮我就會發個呆。對。但如果是1對1或就是人比較少的話，我就會不會頭斷電，不會頭斷電，會光明正大的斷電。也不會啦，這樣不太好，救命！我覺得身體距離我通常會拉很遠，就如果對一個可能認識2天的人，我覺得大概30公分是安全的身體距離。但是因為撥頭髮這件事情需要可能很近，所以我那時候我沒有在呼吸的，我覺得很可怕。我可以後退嗎？但是在鏡頭前面後退又不太好，所以就算了，不要動好了，不要呼吸。我通常都會後退。那他会不會解讀說，哦，你是不是就對？所以我就想說，我不能讓他誤會，就是我對他在排斥，但我沒有，我只是習慣性動作會閃。那你紅色卡片寫給誰？我寫的紅色跟白色都不是
都不是因為行動的關係。就是綜合考量上，覺得可以寫給這個人。綜合考量上 ，OK。我白色的寫給 Ellie， 然後紅色的寫給李恩。那你當时怎么没有問李恩有沒有選你？我不在乎他有沒有選我啊。OK， 就是我只是OK， 好，你問蛋問出来，没有蛋的，我要聽麥克風，沒有蛋的，有啊，對，真的沒有蛋了哎，真的沒有蛋了，因為剛好我被問到這一題，我說我蠻意外的，我就說你是情商很高的人，為什麼？為什麼？因為這個邏輯講不通耶。既然你又沒有選我，然後我寫了你，但後來你選擇約會對象。那我剛剛這樣子說明，覺得有懂嗎？有，就是我覺得如果是在兩個，我只是想說，可以了解看看，或者是想要，想說可以，就是會接話的人，跟另外一個，我覺得是他，我已經確定他有比較想要了解我的人，我會選擇後者，因為我覺得前兩個我並沒有是因為心動的元素。OK， 對，為了選而選的話，搞不好我會放棄的另一個可能會讓我心動，或者是想要深入了解的人。很有想法的，謝謝。很高給過。一竿還有一竿高，真的。蘿蔔還有蘿蔔糕，哇哦！我之前聽，好好奇，你們有體驗過掛睡嗎？沒有。我之前聽到有人掛睡，我覺得我超害怕，超可怕的。我觉得手机会爆炸，好浪費電。真的哦。我之前有朋友，我覺得蠻浪漫的。你喜歡掛睡？可是我沒有掛睡過，我只是。你會覺得浪漫，就是到睡前的都還聽到對方的聲音。我覺得好像一切基礎都建立在夠愛這個人。對。哈，酷哎，我覺得很酷，很棒。哦，你們會覺得很累是不是？我會想說啊，就睡覺，幹嘛你要？你們覺得沒有意義？就何必？對，我觉得我睡覺我就會真的睡覺，我不會就是還在那邊很浪漫的起來偷看一下他睡覺的樣子。可是這也是我想象，因為我沒有實際操作過，所以我會把它想得很浪漫美好。因為這樣手機會真的整晚上都很燙。如果手機在你旁邊爆掉怎麼辦？好務實哦，好務實的想法。但是進到那個啦，就是關係裡面，我會想要，其實我覺得這樣也不好。我有時候會想要確認很多事情，可是因為你會一直問他你愛不愛我這樣？不會，不是這種。那你要確認什麼？就是可能相處過程或什麼的，我就會覺得哦，那可能会不会未來我們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想法或做法。那我還要繼續嗎？或是我媽跟你媽掉進水裡，你會先救生嗎？不是，就是游泳吗？會游泳。那如果你被問到這裡，你要回？我會先懷疑我的眼光，怎麼會交到問我這種問題？確實，我覺得我的對象理論上應該不會問我這種無聊的問題。對，我覺得我們一起坐在那邊吃，很像家人的感覺，而且我們也聊了一些感情觀，就整個氛圍、過程、食物都讓我覺得，很開心，自己很開心、很幸福，這樣子。相處下來的話，我覺得我最有可能會想要再多認識的，有可能是 Scarlett。覺得他還是有一種就是有明確界限的人，就是他跟 A 的情況不太一樣，他可能是在某種心中認可對方嗎？對方是他能值得信賴或者是安心相處的對象，或是更熟識的對象。我總覺得他應該會有不一樣的一面。就目前看到的他，可能是表現得比較大方，然後比較利落，跟比較就是隨意隨和的感覺。可是是有隱隱約那一種微微的距離感，對，可能會覺得，感覺可以在也許多了解、多認識，會看到他不同的面向。這是芥末椒鹽，燒肉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超爽。我要吃飯，超好吃，超爽。那你的工作的長遠規劃呢？我工作的長遠規劃是10年退休，再10年退休。对，因為你這樣就是年輕的時候拼起來，然後很早退休，
你之後理想生活是怎麼樣？我想花更多时間在，好，我想象的是应該是有個家庭，我想花更多时間在家庭上面，這就是你的重心。对，可是同時我又是個很在意有沒有足夠餘裕的人，所以我要先確保有足夠的經濟底氣去做這件事。結婚其實太簡單了，它不是什麼很需要時間去考慮的事情。但如果要有小孩的話，我覺得結婚它其實是一個保障。但我有一定要這些事嘛？其實沒有，好像在 follow 某種社會框架，但也不是。我只是在想，如果要有這些選擇的話，我希望在5年內能夠開始有動作。我覺得蠻好的啊，他想要步入家庭。我的最終向往也是很步入家庭，我現在也不会說是想要多嘗試的心態，只是当然我們的年齡差上會有步調上的不同，就是我可能還需要幾年去，不管工作上也好，或是再多念書也好，可能會有時間上的差異。你喜歡出國嗎？喜歡。你是哪一派？歐美派還是日本、亞洲派？我東南亞派。東南亞派 ，OK。我很喜歡那邊人的生活態度。就穿一件吊嘎拖鞋我就出門，然後去吃路邊攤，然後跟那邊英文他們還算通。東南亞很多英文都很通，然後跟那裡人聊天，這樣。今天我們的聊天，我覺得我算是那種跟很高能量的人在一起就會變得很高能量的人，或者跟一個穩一點的人在一起就会變成我可能也可以穩定一點的人。但是我的本性還是算是蠻起伏大的人，所以我還是很想要讓我的這個本性能夠自在的抒發出來。在跟他聊天的過程中，頻率是算真的蠻合的，他知道我大概要表達什麼，然後也回答得到我們想要問的東西。但是他的這個穩定的這個特質也算是蠻有影響到我的，但是會期待有更多大笑或是大怒的那種情緒，這樣子穩穩的頻率也算是合得來的頻率。它有點黑黑的，但是你要吃。你也太 sweet， 没關係，你先吃，你先。哎，你现在这个唇很漂亮，很像，你知道很流行那个就是黑色唇膏，然後黑色唇膏再疊歌德風嘛，然後再疊擦上去，它會變得哦有，我有看到你。我曾經有想要買黑色唇膏，好超黑的，好漂亮哦。確定嗎？確定不是漂亮嗎？漂亮。好吃。他好像有點在意說啊，嘴唇黑黑的，就是沒有形象什麼的。可是我覺得很可愛，那個部分是很真實。我覺得其實沒有不好看啊，就很像是塗那個黑色的唇膏。我認真覺得其實蠻漂亮的。你第一眼覺得，就外形來說，你自己的覺得最吸引人外形 ？Chris 哦，我覺得 Chris 超帥。那你呢？有訝異到？為什麼？你本來猜是誰？我本來沒有特別猜，但是沒有想到 Chris。那你的第一眼是誰？我覺得你有吸引到我，因為我覺得你的穿的搭配的整個跟你的整個人的氣質，可是我覺得我覺得我在看你的樣子，我覺得我跟你的類型算是同類型。哦，真的嗎？就是我覺得我自己感覺我自己的類型是可能比較偏清新的感覺嗎？然後我覺得你也是走一個很清新的路線。所以我就覺得，如果真的要改造，然後要打扮的話，你非常有可能可以直接變成是我完美的那個。你知道？你知道？可是我覺得目前這樣看下來，我覺得除了 Chris 以外，大家好像都有很多樣子。可是我覺得 Chris 很硬。所以我就覺得，我真的很好奇他們今天約會的那個。我也很好奇，而且我很好奇是他們兩個人都是我在意的人，然後是他們兩個人約會耶。從上一季那個。對啊。那你覺得他們配到約會？你覺得你是訝異的嗎？還是？我不訝異。我也不訝異，因為我覺得以我的眼光來看，我覺得全場最有魅力就是他們倆。就我完全不意外，就是最後第一名就是那個娜娜。我也完全不意外，因為我覺得娜娜就是會大家追着跑的那種女生，因為她就是魅力值爆棚。
而且我覺得他不只是长相很吸引我，我覺得他的內涵也很吸引我。那昨天有講到一個東西，都很喜歡讀書嘛，然後都喜歡在自己身上貼一些標籤，貼太多標籤了。就比如說兔兒啊、泛性戀啊，他說他覺得這些都只是小貼紙而已，這邊貼一張，那邊貼一張這樣子。然後他就說你可以把貼紙撕下來啊，就是把貼紙一張一張這樣撕下來。然後就突然覺得好輕鬆，就是有人可以用這麼輕巧的方式去把這些很沉重的框框給做一個比喻，然後把它撕下来。我覺得可能也要到一個對於自己的狀態很舒適的狀態，才有辦法比較輕鬆的去做這件事情。我感觉他是很怡然自得於他現在的狀態，对，所以就能夠用這種態度。对，而且我覺得他很喜歡自己，這很重要。然后我覺得這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這其實很難，很難。雖然我說我對 Chris 很有感覺，可是因為我沒有跟他實際深聊過，他除了表現出一副事業女強人的樣子的這個面相之外，我並沒有辦法去知道他對生活中、生命中其他事情的他的看法是什麼。然後這件事情可能也是我比較在乎的嘛。像小哲，就是他可能也會開一些很命的玩笑，可能我跟他也不是那麼有激烈的情感的那種互動，可是我覺得他反思能力也是很強的。然後对我來說，那個分化就在於這個人他有沒有喜歡思考、喜歡獨立自我的那個精神，然後還有覺察能力。如何？好喝嗎？清甜的味道。在超市有配飯的。我剛剛說這句話，你就說出來了。沒有飯的，要不要？我不要，喝太飽。感謝這豐盛的一餐，我覺得很爽。觉得好累哦，身體的累跟時間的累那都還好，但是會讓我覺得有一種，跟你講話我要一直很盯着我的狀態的感覺，我要拉着你，然後我要很認真，我不能跟你開玩笑。然後我有稍微的小開幾個玩笑，可是我覺得他應該，我不知道是他不會開這種玩笑，還是他沒有 get 到，所以我就會收，因為我覺得我覺得好像跟他講話很正經，所以會讓我覺得會有點耗我的體力，沒有一定要這樣子吧。謝謝。我就剪他頭髮了，好的。謝謝。永遠都在瞧我的麥克風。沒關係，因為我覺得這個材質比較軟一點點。對。然後所以會很容易這樣試試看，好嗎？我覺得可以。OK。好。我覺得他對身體接觸這件事情做得很自然，我覺得超厲害。可是就像我剛剛說的，我會下意識的閃，因為我覺得在不夠熟的程度上，就算我很喜歡這個人，我還是會躲。他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就他覺得大家都很友好，所以他做了。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棒的，就是他這麼做會讓對方會覺得跟着放鬆。可以。我想問職業，我的職業是我有2個工作，一個是藝術商業接案，跟不動產。就是這2個還蠻這麼跨領域的，完全沒有相關，想不到想不到嗎？對啊，怎麼呢？怎麼會呢？我不知道，我没有特別有往哪個方向去想。OK， 很酷。主要是藝術的話，是因為我之前高中、大學都是讀相關科系，所以後面就從事這部分。那不動產是這1-2年我才想說。就是挑戰看看有沒有自己的第2專長去發展，所以就現在這2個接替着輪流着做，很加分的。我覺得有藝術氣息的人很酷，因為我完全沒有。以前美術課可能沒有認真學，我直接就是全職炒股啊。真假的？對啊。那你跟 Chris 應該會有話聊吧？可是他比較偏做當沖，我比較左側交易。所以性質有點不太一樣，所以他心臟需要比較大顆，我就是
涼涼的做。我就是買了放了等着。然後因為我還有在做一些就是自己的零用錢，比如說做虛擬貨幣。虚擬貨幣講起來超像詐騙集團的，所以我一直不想講。我覺得還好。OK，就覺得哇，他應該很有錢哦。可是我感覺他的工作是不會被需要局限在一個空間。可是我就想說，按他的勞健保要掛在哪裡啊？你可以慢慢吃。那換你講話。OK， 一個負責吃，一個負責講話。好哦。不要問太難了，不要問太難的哦。不要動腦。我想一下，如果今天有一個动態跟靜態活動，然後今天可能是一個連假，你好棒，超優秀。你想要去動態還是靜態的？就是不用担心明天要不要上班，或者是昨天有没有上班。动態咯。吃到後面可能Alba先比我早吃完了，但我想说，再吃一下，然后我就邊吃，但我還是在跟他聊天。可是因為我吃到後面的時候，我會有點覺得我好像沒有空吃飯，我停下來不吃飯這件事情，我們的話題就會中斷，就會卡住。我會有點這樣感覺，主要是在吃飯快吃完的時候，不然前面還好，前面還沒那麼誇張。我覺得我今天跟小鹿聊天，就是對對方個性上啦，然後生活模式上啊，然後約會方向，其實算蠻一致的我還蠻意外的。我覺得心動感有提升就是他會注意到很多小細節。比如說我可能手油，他就會立刻抽衛生紙給我，然後我手上拿很多東西，他就會用很艱難的姿勢幫我開車門。我覺得這超加分的1到10分，再次跟他約會9.9分，0.1分要扣，不然尾巴會翹起來。我很好奇你們昨天晚上，你覺得是什麼東西讓你不得不熬夜繼續撐下去要講出來？因為 Chris 在場。我很想多聊，我很想多認識 Chris，可是我覺得 Chris 很硬。你說他要呈現出有一個他自己的形象，因為我覺得其實個性很多樣的人也很吸引我，像我今天就看到你更多樣的樣子，然後我覺得這部分很吸引我。我現在就開始覺得說，還是其實有點被你說服了呢，就是其實是可以循序漸進嗎？這樣啊。加入循序漸進，不知道我是覺得這樣比較健康，比較安全嘛，至少在約會的過程中，就發現這個女生有很豐富多元的面貌。這種豐富多元的面貌會讓我對她這個人產生更多的好奇心，然後也會覺得很有魅力。我真的是在自己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實驗，然後因此讓自己受了很多傷。我今天早上就是講電話嘛，跟朋友講電話，因為那個朋友是最近剛認識的朋友，然後他們其實年紀還很小，就是他才22、23歲嘛，然後他們就是會讓我很羨慕那種生命的女生，給我的感覺就是他們精力充沛，然後超級聰明，一直去吸收各種各樣的知識，然後又沒有受傷，又能量饱滿，然後我就覺得很難得，很珍貴。然後講一講，我就突然覺得很激動，因為我會覺得我都這個年紀，然後我才能夠我何德何能夠跟這麼好的女生當朋友，因為我會覺得我自己很笨，我就一直覺得自己很笨。講又哭了，然後反正就那時候就覺得，就是自己之所以可以跟他們當朋友，真的是因為我的學習法是靠試錯學習的，然後可是他們不用啊。然後跟他們講，就突然覺得很悲傷。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寶寶們，我跟你們說，你們真的是，我就說，你們有些東西真的不要碰，知道嗎？有些路真的能夠少走就少走。我知道這樣很像說教阿姨，可是真的有自己的痛苦說出來。對，我看到你們，我真的覺得你們好寶貴哦，我好想要保護你們。就是如果能夠不用走那些路的話，就不要走那些路。
我真的就是以一個長輩的心態在看，很不希望他們受傷，我很不希望他們受傷，因為我知道受傷有多痛。好心疼你哦！我因为我讲一講又開始哭了，煩死。我覺得他們也很幸運可以認識你，因為我覺得你是非常真誠的人。可是我也很命，命就是真誠的命啊，不是那種切身的痛過之後分享出來的東西。謝謝你願意跟我分享。因為我覺得你也很真誠。就是他常常會講到一件事，就是說他常常會說，他覺得他自己，比如說何德何能啊，遇到就是這些這麼聰明、這麼好的人。然後我會覺得，其實有一點心疼的原因，是因為給我的感覺，他也是一個蠻好的人，就是曾經有一些蠻受傷的地方，或是覺得自己可能曾經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覺得他會對自己可能有比較多的苛責。因為我自己其實沒有很理解木這樣的心態，但是我會聽到他說的時候，我會覺得蠻心疼，因為我覺得他蠻希望他也能夠看見，說他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善良然後蠻真誠的人。他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比如說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比如說他能夠這麼快的，就是對人家分享自己的內心的部分，就是這種很不畏懼的精神，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是很欽佩的。我覺得通常聽到別人很悲傷，然後給出一個那是因為你是一個很善良的人，通常都是因為對方看到的那一面是好的，然後那個投射通常也是因為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人。可是我那時候就有告訴他說，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很善良的人，我的愛非常的有分別心，我的愛很大，然後我對人類有愛，可是我對人類是有分階級的，所以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大愛的善良的人，我只對我認為的值得的人付出我的愛，所以也就是說我的善良是有分別心的。那如果既然是有分別心的話，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善良的人會有的品質嗎？所以我不會說我自己是一個善良的人。我現在有在做研究組，你真的是好用，好用，越來越喜歡了。你有看那個蠟筆小新那個嗎？就是越來越愛你了。我就是聽到研究助理，我就會覺得說，哇塞，不愧是學霸中的學霸嗎？就是我小時候就是很慕強的人，如果對方是有才華或者對方是學霸，只要中其中一個點，都非常容易會讓我中這樣子。然後剛好小哲他就是會思考的學霸，然後我就覺得就是聽到他的職業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啦，也不意外，但是就是蠻開心的，是加分的。哇，我覺得其實這樣講起來，性質跟他差異蠻大的。就是我是在做研究相關的東西，我覺得其實我對於他有蠻多的好奇跟欽佩，也是因為我曾經其實有想過要走藝術相關的東西，但後來我覺得又是那種務實層面的考量蓋過了我曾經可能很有熱情的東西。Ellie 寫給 Chris。驚訝了！哇塞，勁爆哦！這有勁爆，第一個是勁爆，這有勁爆。Scarlett 寫給小鹿。哇塞，好開心！哇，完了！我覺得我們抽到這個很好哎，這超好的，不是抽到我們努力來的，我們努力，我們超努力。九旭寫給 Sonia。小哲。我覺得是因為你們在樓下小聊一段的，我們在樓上也有小聊，這樣還算有符合嗎？有在我猜測的其中一個人。好，還算有，所以有開心嗎？小訝異，但是就是蠻開心的。好。Chris 寫給娜娜。他寫的很明顯，他沒有要藏。小鹿寫給 Elva。OK， 在下面他們現在正在那個心意相通了。好嘞 ，Elva 寫給誰呢？李恩
寫給娜娜。好，有猜对。Elva 寫給 Zoe。誰 ？Zoe。你知道？哦。好像Elva 寫給 Zoe。好像蛮合理。有合理哦，有合理，感觉他是他菜哦。哦，好刺激哦！知道大家的写的对象算是小意外，因為我覺得我關注的人還蠻在我有興趣的對象身上，然後但是看到一些人寫給我有興趣的對象的時候，也覺得蠻驚喜的，因為我没有觀察到的。我寫給小鹿。哦，我寫給 Ellie，因為我覺得很想知道，很想聽他多說點話。哦，可是你寫給他，他又沒有辦法那个回應，就為什麼寫？那些就是還是很想知道，就是因為他不是，當時就是在那個抽卡牌的時候嘛，就在他選帶我回家說他為什麼，所以很想跟他多了解。哦，好，我是蠻想認識小澤的，因為我蠻想跟他出去約會，或是在有空的時候1對1聊天，然後深入聊天。但是我今天就問他的1、2名，但是他沒有講我。今天跟小澤這樣相處之下，我突然發現就是他是一個很多面向的人，然後層次很豐富，閱讀量也很豐富，而且又非常靈活跟彈性。然後我覺得這些性格的面向都非常的吸引我。你是一個智性戀是吧？我覺得我嚴格說起來不能說是智性，我只是很慕強，我喜歡強的人。強是在你的領域強，還是在他的領域強？只要有他的強就可以，就只要我看到他某個地方很強，然後我就會覺得很棒。然後到目前，你覺得他強的地方就是在他的知識量非常的豐富，不止，而且他其實沒有很刻意的去跟我炫耀，他的那些東西。我覺得他的魅力在於他非常的好笑，他是一個超級無敵爆好笑的人。跟他約會的時候，就是整個笑我沒有停過，那很好對啊，但是我覺得，就雖然我說我是可以一眼定生死的人嘛，但我覺得那個一眼好像也有模糊地帶。像我覺得小澤就不會是被我分類在一開始就是 friend zone 的，就他會有保留一個模糊的可能。OK，對。那你現在經過了這一次的這個驚喜，你為什麼還是反問我？我現在非常想知，因為你在問我吧，你說我藏嘛，沒關係啊，我就看你是能藏幾層。我沒有很問，我超真誠好嗎？我沒在藏我沒有在藏啊，我一直以來都很真誠對人對啊，我喜歡誰我都馬是直接說，我喜歡你這樣。但你會一次喜歡很多個人嗎？現在在一開始上節目當然是一次喜歡很多個人啊，就是大家都認識一下。OK， 那你不是嗎？我可能會有一個最有興趣的，然後可能會有前面幾個有興趣的，然後我會先從那些開始。對啊，那就跟你一樣。對，但我晚上會繼續拷問你的。拷問我什麼？拷問你各種想法啊，你怎麼看就是人跟人之間的火花啊，或是你自己跟其他人之間的一些。老實說，你是我最有興趣裡面的其中一個人。你看最有興趣的其中一個人是不是其實有6個？那我是其中一個。沒有，其實就3個。3個也很少了吧？3個其中一個也那個很高，就是其實很有機啊，不是這樣講，反正就你知道的啦，就是那個意思啊。晚上聊。哦喲。到目前為止，就是娜娜就還是第1名。對，不過有一個潛在的就是李恩應該怎麼說呢？他一直都算是我也蠻有興趣的對象，因為他講出來的東西跟他思考的東西啊、維度跟方式，或他比喻的方式，我覺得他有認真在想自己想要理清的那些議題，他到底想要抓住點什麼。但反正他提出的比喻，我都覺得蠻生動的。待會每個人都要問右邊的人一個問題，那這個問題必須誠實的回答，回答完之後就要繼續換下一個人問他右邊的人，一路繞下去。什麼？規則的話只有一個，就是你的問題必須要比上一個人更曖昧感、更勁爆。曖昧有沒有達到標準？就是你們自己全體
來判斷。如果你們覺得他問的問題沒有比上一個人的好，那就請他重問一个。玩這麼大，然後呢，有點怕說自己會被問到什麼樣的問題。我一開始其實覺得就是還好，因為我右邊人是 Ellie， 然後我覺得他應該，我覺得隨便問一問都可以，搞不好會不小心掉出一個什麼很酷的答案。然後問我的人是娜娜，就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是我沒辦法回答的，所以其實就還蠻期待別人會問我什麼問題。蠻好的，可能大家都會沒有那麼確定，然後也沒有那麼心動小心動，讓對是整個大家都是公開的去聽這些問題跟答案，就感覺可以讓戀愛方向跟朋友方向都越來越明確，然後還有這個要越來越辛辣這個環的這個機制也很棒。那待會我們會先抽籤，抽誰是第第一個問的人。第一個很幸運的。對，抽到黑色球的就第一個。第一個很讚哎，第一個很好啊。對啊。哎呀，第一個超好的，好不好？第一個超好。第一個。哎呀，你最後一個被問哎。那個哦，我反應很慢，因為那時候我拿到黑色的球，反正最後一個是我一定會被問到最嚴重的，對，然後我就很後知後覺。你現在，好感對象有幾個？4個。你最有好感的人，今天出去約會還是在這裡，還是有在民宿？出去約會。這麼快啊！你這麼想？很會問哦。所以在民宿就沒有他有好感的。很會問哦。你目前最有好感的人是在沙發的哪一側？我們分3側。哇，我在那一側就精彩了。這邊是中右左這樣。對，最有好感。完了，真的很腹黑耶。右邊。那裡？那裡哦。那個沙發 ，OK。就好感對象在哪一區的時候，我想說早知道就坐中間一點，因為他說的是哪一區，而不是以我為中心。就是如果以我為中心，感覺更好分，就是可能右邊跟左邊。但是他問的是沙發的右邊，或者是中間，或者是左邊。然後我就覺得這樣選擇很少，有一種就是好像就是很快就會有答案之類的。今天約會完，你對約會對象的好感有增加，還是一樣，還是減少？哦，有增加，有增加。Ellie 長大了，哇，長大了 ，Ellie 長大了。明天你想約會的人是有幾個？他們是誰？就是如果要選一個的話，選一個出去約會的話是，然後後面的問題是誰？是誰？然後去親他一下。我覺得你的加戲都有一點多，不要一直問然後嘛，問然後我就會給你然後啊。一個，那我選你。好，幸好我沒有叫你親一個，小丑竟是我自己。哎呀，到目前為止 ，OK，跟這群人相處當中，你覺得讓你瞬間感到最心動的時刻是誰？跟他做了什麼？給我看一下。剛剛，看起來很好吃瓜，你會吃到自己的瓜嗎？剛剛，你會吃到自己的瓜嗎？小鹿幫我開車門的時候，哇，真的心動哦，不是開車的時候，不是小鹿開車，是開車，是開車門的時候，以為在拍偶像劇。我覺得我好像不該講，因為我講當下小鹿好像臉紅了，所以我好像做錯了一件事情。我猜不透我猜不透他現在他的臉紅是什麼心情。所以那個後悔是來自於會覺得那個感覺小鹿的反應不是好的。對，我好像讓他不好過了這樣子，他可能沒有想要讓大家知道，因為他通常比較坦然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啊，可能我多心了。你今天約會的時候有哪一個 moment 讓你覺得有觸電的感覺？為什麼他會問他們？我覺得一定有。好，就我們今天去買奶凍捲的時候，他可不要講那個。
不那種觸電跟那個不太一樣，你們那個是真的被電到。對，我們真的被電到。對，好，就是他有一個 moment 差點跌倒，那我把他稍微扶了一下。对，這個是不小心的肢體接觸，可能有一點點。好，就這樣。但是我真的想不起來哪裡跌倒，因為我那時候就很鏘，我一直在笑，然後我感覺很多地方都跌倒了，但是我忘記他到底哪裡扶我。但是呢，他會心動這種小地方，也真是透露出他的人格特質吧，就是他小照顧人嗎的時候，他會小心動，而不是我照顧到他的時候，他會小心動。如果你對今天跟你出去約會的對象滿意的話，親他一下吧。不滿意就不親，真的不親不行啊。对啊，搞他。哇，哎，可是這個要問小澤願不願啊？可以啦，親人家可以。好，來吧。哇，這個進展我太喜歡了。好可愛哦！磕到。瓜子呢？瓜子呢？哦，这会劲爆嘛，可以亲臉頰嘛，然後之後就知道連回去親，然後而且就是他做這個舉動的速度也是蠻快的，然後就覺得就是很勇敢嘛。然後我當下的反應，感覺融合了很多不同的情緒，可能有一點點小小緊張，說他覺得今天很開心嘛，但是有一小部分的自信，就覺得應該蠻開心吧，因為我覺得我們都蠻開心的。然後再來一部分就是想說要親哪裡呢？親臉頰就好了。對，大概就是這樣的心情。然後後來他也因為臉頰小小紋，我覺得很可愛。經過這次的約會啊，就是你有想過，如果你想要更進一步的話，你的下一個行動會是什麼嗎？行動，可以再約一次，就這樣。直接的下一步，好的。他感覺沒有很滿意。我聽得到。沒有很滿意嗎？他不滿意啊，所以你要再回答。重新，他再回答一個嗎？不是，我的那個意思是說，就是如果你今天如果要進攻的話，你會怎麼進攻？進攻哦，哇，你問我那個羊駝對嗎？進攻哦，幫我回答，我想一下，加油！再約一次對我來說很進攻了。好啦，饒過你了。我說我會再約他，他似乎非常不滿意這個回答。我其實很想問說，為什麼他很不滿意這個回答？就說他想要的是怎麼樣的進攻？我會蠻好奇的。因為我覺得想要再進一步約他，不就代表說我想要再了解他嗎？就是為什麼會不滿意這個回答？還是他希望有什麼肢體接觸嗎之類的？我那時候會這樣問小澤，是因為我覺得感覺他就不會再多去做那個行動，因為目前聽他的感情歷程，他好像朋友跟情人的那個界限依然很模糊，然後他依然就是深刻的友誼，其實也是他向往跟追求的一種情感的方式。但是我會很好奇，他是怎麼樣去區別友誼過渡到情人的那個分別的那個界限是什麼，所以我才會問他說，如果你想要去推動情感的話，那你的下一個舉動會是什麼？他的回答就是我會再約你出去。OK， 但這個可能就是我想要更辛辣刺激一點，但是他就是給我一個好啦的他的回答的，但我知道他盡力了。他會怎麼猛的啦，夠辛辣嘞，猛的啦，溫柔一點，溫柔一點，最狠那種。在場的所有人，如果今天你可以選一個人跟你睡同一張床，你就去。從背後環抱他，在他耳邊跟他說：“我想跟你睡同張床。”幹這個很強哎！我想說，小澤看起來很溫柔，就那個問題很犀利哦。要去把耳機戴上是嗎？這樣子，我不要聽，我們已經講好了。好了，我們已經講好了。那你也要站起来，他在你背後環抱。那你看你要从什麼？放松你吗？哎呀，那你坐過去一點。我沒有想到你站這個畫面，站起来，对，站起来，還就好了。好，側身的好了，側身的。他剛剛要求是什麼？是從背後環抱他，然後說我想跟你一起睡。我想跟你一起睡。聽不太到。多大聲？聽不大聲点，我聽得見哦。我想跟你一起睡。好，可以給過，謝謝。
對他講話的時候，我其實很緊張，抱他的時候可能太多目光了，緊張，然後又蠻害羞的。然後我一直想說那個氣音拿捏的，就是我怕就是講得太輕又很怪，會不會很情色？我覺得整個很緊張，而且又叫我再重用一次吧。對對对，然後就是很害羞。好，那我們第二輪哦，我们现在玩第二輪。第二輪是不是問右邊的？是問你自己想要問的人。這個問題只能跟自己跟對方有關係。好像終於有機會可以看一下大家現場，就是會問誰跟就是誰跟誰其實有點什麼什麼的時候，不知道他們会出什麼問題，就是会有點小緊張。然後但是覺得就是大家應該想問問題的人，應該基本上都是自己有好感的对象。所以我就想說，应該比较人气比较高的人最容易被問到。那我就覺得就是我可能處於在比較安全的部分。你要開始想了，那我問你。好。如果這邊是 bro， 這邊是可發展，你覺得我們目前在哪一個那個？你嗎？对对对，可发展。我只能問哦。OK。好。那你聽到他的回答的時候，你有什麼想法？聽到他回答的時候，蠻開心的，就是那至少我們兩個可能是一樣的想法，這樣。那我就問你，為什麼會想要問我問題？因為我也把你歸類在可發展。哦。當下也就是很直覺的就覺得那就是講實話，因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你也沒辦法想太久或是迂回太久，所以我就是講一個我最直覺然後最真實的答案。首先我不是很容易吃醋的，我之前沒有嗅到這件事，但其實看到這件事之後會發現，其實是有一些波動在的，那就是也鼓勵他們可以互相好好去認識對方。Scarlett 不會很表明的在表現，就是他可能對誰有好感，就是他沒有講之前，應該大部分人看不太出來。然後對啊，因為都在打球。那其實也很像心情，就如果有這個黑運，然後不會吵鄰居，那超棒的。抓到它的重量，這真的很讚，非常讚。我想要去買這個。如果今天是我約你出去約會的話，你會答應嗎？會。好，就這樣。感覺遊戲。說他們兩個嗎？還是他們兩個？開始冒手汗了。就覺得很開心。然後他又這樣問我之後，我就有一種問了的感覺。至少從我這邊接收到的，或者是我從別人那邊聽到的是，他可能對我的可能外表，他可能是有興趣的，對我的外表，然後想要認識或者是接近這些話。其實我不知道怎麼講我有時候其實會有點沒自信這一部分，受外表吸引所以過來的，有沒有可能你看到內在之後，發現落差很大，或是怎麼樣？其實我整體對自己是個有自信的人，但對於別人怎麼看我，好像是另外一件事。那我要問 Chris， 我對你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嗎？有。放鞭炮，放鞭炮，放鞭炮。其實我覺得我那時候太緊張了，我真的很想問的地方其實更直接。我很想問的是，你對我有心動的感覺嗎？那是在什麼時候感到心動的？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好像有點太緊張，所以我沒有辦法把我真正想要問的問題給問出口。因為我覺得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像面對Zoe跟面對小哲，我跟他們兩個就是很可以自然的靠在一起啊，然後肢體接觸啊，然後覺得很鬆很舒服。可是，在面對 Chris 的時候，我就會變比較笨拙一點，可能就是因為有那個戀愛的那個緊張感嘛。那我再問一個，就因為雖然你說就是你好像有一点點喜歡我的外貌，但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很像在開玩笑。但我是認真的問，這是真的嗎？或是整個人我對你來講是有吸引力的嗎？這個沒有秒答就有點什麼？我覺得這個問題
好，我先不要評論。我覺得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好，為什麼都變簡答題啊？對啊，其實所有的人一開始我看到的就是你。好，這可以，這給過，這樣可以嗎？好。而且這不是開玩笑的。好，這個問題也問得很怪啊，這個有什麼好否定的？就真的就是喜歡你的外表啊，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問題應該是話中有話，就是他感覺也有真正想問的，但是他在大家面前問不出口。因為我感覺 Chris 是一個蠻硬的人，很多東西他要在一個比較他放鬆跟私底下的環節，他才比較可以自在的說出口。因為我一開始在接收到問題的時候，我不覺得它是一個問題，我覺得它更像是一個好奇跟想要再確認。可是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再確認啊，我就真的很明顯，我就喜歡你的外表啊，然後我想要再更認識你啊，這樣子超直接的。當他說他就是被外表吸引的那些，我會覺得很像在開玩笑，因為就對我來講並不是加分的一件事，我反而会有點自卑，因為我知道李恩是個很有想法的人。就像我說的，其實他講的很多形容事情的方式，我覺得蠻有魅力的。那他會不會發現這個人徒有外表，腦袋空空的？就我會擔心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嘛。想先確認他到底是不是在開玩笑，因為聽起來很像在開玩笑。即使可能你有不錯的工作經歷，這樣子你還是會擔心別人覺得你腦袋空空這樣。就是我非常喜歡這些研究社會科學或是文學類相關的人類的腦袋。因為我覺得他們能夠共情的程度會比一般人還要高非常非常多。那我覺得可能年輕一點的時候的我也是這樣的人，可是因為我進入到一個我沒有辦法這樣去體驗這個世界的一個領域裡面了，我必須用比較理性的角度去看每件事，然後去算每件事，所以變成說我覺得我共情能力有慢慢變得比較遲鈍一點。跟這些人相處，我常常會覺得他們會覺得我對我可能自卑是這一部分，倒不是自卑我的腦袋或什麼的，是自卑在我小時候可能覺得我跟你們是一樣的人，可是長大後我到了一個你們可能有點摒棄的世界了，然後你們還在一個我其實很喜歡的世界，但我沒有辦法融入你們了。我在想問題，然後現在有點需要支援。支援，你要問誰？你不問一下你今天的約會對象嗎？哦，可是我不知道有什麼好問的，等一下。因為問不是那個意思。我已經很熱了，我需要去装水。就是 Chris 的下一個想要約會的對象是誰？我嗎？对，你的下一個。我先聽完好了。我先听完。刺激的。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我很想要。前言好，前言，給他一點淡出，給他一點淡水。就是誰？太爛了。好，我覺得我們今天呢講了蠻多話。那我就是可能會先試試看，也認識其他人，但是我覺得我們之後還會再約。我現在最想約對，我可能會好說出來。李恩，又換李恩，你是我三角戀款。不要，撐住啊！原來對方不是只是確認我有沒有喜歡他，而是也是真的想要跟我進一步試試看，所以那時候的心情其實就是開心的。對，因為今天我知道他的年紀跟我大概猜得出距離，所以我可能有更多考量了。我開始會覺得這一條可能要稍微放慢一點點，不可以衝太快，對，不然期待會太高。對，所以我稍微要放慢一下速度。可是我不想讓他有不舒服的感覺，因為我很喜歡他這個人，很有魅力。所以我覺得主線留着，然後邊開支線啊，就所以我也很想要他跟 Scarlett 去約會，去看一下会不会是個更適合的線。Alva 現在的前3名。哇哦！等一次跑3個，別讓我這樣子。哇，前3名哦，要排序哦，1、2、3。是誰那麼地獄？我覺得你很難回答哎，我覺得
大家都很好，硬要講前3名真的很難呢。好，第1名当然是小鹿，第2名九旭，然後第3名 Zoe。好，我觉得很開心。應該是說，其實這樣說很官腔，但是我真的會覺得能被不錯的女生欣賞，本身就是一件開心的事情。所以就是一個很開心，他有覺得我是一個讓他能感到好感跟不錯的對象。九旭，我覺得跟他聊天很舒服，他給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就是你忙完一天，然後回到家，很讓你放下任何戒備的人，你就是可以很輕鬆的跟他聊天，你不用腦袋特別要想什麼，然後也不用特別討好他，他就是讓你卸下一切防備的感覺，超棒的。那我想問娜娜，你怎麼排呢？1、2、3，娜娜您怎麼看？超抓不够。可是娜娜有4个，需要酒精。我改一下題目，改4個。你可以改吧？抽一桌麻将啊！那個酒精吧，需要補充一下酒精。好像大家都需要那個1664一下。什麼？天哪 ！Oh my gosh！ 因為今天就是跟 Chris 約會嘛，所以跟他是了解最多的。然後我們聊了很多天，覺得以目前的認識的話，相較起來，第1名會是 Chris， 然後第2名就是剛剛我們有互問問題，所以第2名是你，然後第3名就是我的床伴，就是從第1天我就很想要一直都認識他，然後我們就一起睡覺嘛，但是沒有可以單獨聊天的機會，所以覺得出去的話，感覺可以聊到更不同層面的問題。然後第4個是小鹿，因為我覺得他個人特質很吸引我，這樣子。好，是哦。我在第1名是情有可原。我們今天約會，昨天選對方，今天還約會。我今天不第1名，誰要是第1名？我該要是第1名。對啊，如果我今天就是他講出來，我還在 Scarlett 之後，我會覺得今天就是個失敗的約會。但是在第1就合理啊。但是 Scarlett 我覺得後市看漲。蠻開心，我是第2名的，然後第3名是好像是 Zoe， 這個我其實蠻驚訝的，因為我一直以為他們就只是好床伴，好姐妹那種。那第4好像是小鹿吧，但我覺得小鹿感覺有在大家的榜上都會有他，因為他存在感蠻高的，而且又真的就蠻好笑，可能照顧大家這樣。好啊，問床伴好。現在讓你跟他講話的時候最有緊張感的是誰？就是你跟他講話的時候會有點不敢看他眼睛，然後就但是又想跟他講話。對。你啊，你。小鹿，那你的前3名是誰？这個好，这好。我会表演倒立，這個結束這回合。我準備好了。沒有人想看，沒有人想看。沒人說要倒立嘛？沒有人想看。有他真的會倒前3名，可以嗎？你倒立着講，倒立說出你倒立前3名。倒立說，這沒有對我來說有任何的那個啊。就你剩2條腿在這裡講。不行，倒立跟回答只能選一個。當然是回答。你們怎麼會不想倒立呢？我覺得就很酷啊。大家就不會想到要倒立，但他想到要倒立。小鹿的話就很會一直問別人一些辛辣的問題，但當問題到他那邊的時候，他就開始支支吾吾，然後又要想很久，又就是要猶豫很久，然後又有點想要逃避那些問題的感覺，就是蠻想知道那他這個人到底在想什麼。因為今天有出去約會，所以一定有 Alba。謝謝。再來是誠實哦，陳時中、九旭。還有一個是，我想一下，娜娜。好，選完了。如果今天你有很明確喜歡的人，你會直接很快、很大方的在大家面前說嗎？高幾率我會，可是我也會看一下我有沒有一點贏面，只要有一點不用很全部的話，我就會講。可是如果完全沒有的話，我可能會再觀察看看，或是再找機會跟他相處看看。你要不要問你的約會對象？哦，可以哦，可以哦。好主意。在場的3個選
炮友、另一半。终于有人問這問題了。結婚，分別選炮友、另外一半、另外一半跟結婚，情人啦。緊張完了，毁了。我想說大家要出招了，好哦。但是問一下大家意見，可以复選嗎？可以打炮复選，都全部選他的。我觉得你是太腹黑了，我回答完就要被炎上了。怎麼會嘞？這沒有什麼好炎上的啊！你回答誰都沒有問題，除非你說一休，他們就說好，你是假的，這是我的OK，懂嗎？炮友哦，换我倒立，不是让我先让吗？我不会了，我蛮想看的，倒立女子出手，好，我知道了，我知道答案了。炮友小鹿，是有炮友病啊！戀愛小鹿，結果不想跟小鹿結婚。我可以接受。結婚，完了，我要被罵死了。沒關係啦，人家呢就是為什麼還要追加？就是怎麼不能追加？哦，行，對啊，吃不飽也可以再點了。跟你談戀愛感覺很好玩，那跟他打炮感覺也……你現在開始倒立，我就原諒你。你是不是有點喝醉了？沒有，不是。小鹿給我的感覺就是他會讓我心動，就是你沒有辦法預計他下一句會蹦什麼話，就他讓人很有新鮮感，但是這是優點也是缺點。這種東西會同時伴隨着不確定性跟不穩定性。九序給我的感覺就是有家的感覺，很穩定。雖然它沒有滿滿的心動感，但是它會讓你覺得不管再忙再累，你回到家就是有這個人存在。所以我這兩個目前是選不同人，但是可能9天後我的答案就會不一樣。李恩，大家想問他什麼問題？就是如果在這9天裡面要選跟這3個人發生關係，選3個，3個炮友，對，3個。他們在講什麼了？什麼東西？快一點，已經30分鐘過去了。你剛可能了300次。Chris 娜娜小哲，練忙練忙，对啊，體力要不錯。他感覺上看起來是一個蠻攻的人嘛，然後我自己給我自己的認同是我可攻可受。如果他有些時候想要攻我，然後那個地方如果我不想要被攻的話，我會想要反攻回去，然後我很好奇想要看他的反應是什麼。我很想要看 Chris 露出嬌羞的一面，就是想要捉弄一下 Chris。哎呦，那我問 Chris， 一樣3個上床的，畫風急轉，然後結果他沒回答李恩，就代表他不想看打炮拒絕。回來一定會有答案。好，那李恩就Ellie 來。Ellie 是最後一個 Ellie 那李恩都也是等一下的，Ellie 現在先來。你行你上，就是我被這個人吸引，一定會，這個人對我來講是有性吸引力的，所以他一定會在上面。我說娜娜，李恩也一樣嘛，因為可能他現在是我第2個想約會的對象，所以他同時也會在我的炮友名單上面。那這裡就有點跳了啦，就只是說，如果從現場的人裡面，我覺得他今天的造型就非常，我們會很像雙胞胎。如果我們倆都戴毛帽的話，就變成姐妹炮友，這樣也有點怪怪的。但是對他其實昨天晚上他要綁高馬尾，你們不要看他這樣，他綁高馬尾非常好看。昨天真的是大家讚不絕口，尤其是李恩啊，好漂亮！你一定要這樣子，你應該第一天進門就應該這樣子。昨天好像說他第一次綁高馬尾，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綁高馬尾是非常漂亮的。Ellie，你現在最有興趣？你現在最有興趣的是誰？你啊。你啊。我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
我覺得他真的太少講話了，他必須要講話。然後我那時候好像有一半猜到，只是他講得這麼快，我有點嚇到，有點在印證自己的想法，但也被他的直接嚇到了。我那時候的情緒就有點豁出去，可能緊張，然後但是緊张退掉，然後還是或者是很開心還是怎樣，然後有的時候會有一种心情是就覺得蠻有趣又好玩吧，的感覺。对 Scarlett， 你可以不用跟我谈戀愛，但我想知道剛刚那3個問題，你會選誰？打炮你吧，因為大家都想跟你打，試試看。試試看，就是对。国民炮友，我不知道，就是有那种国际炮友，公用炮友，公炮，看难听。因为就是感覺就是有5星好評的，你就會想要試試看。對，談戀愛，他都不想跟我談戀愛，他還是可以選你。哎，我跟你談戀愛，我跟你談戀愛。好，結婚的話 ，Elva 吧。好，我因為就是可以一起去泰國玩。哦，可以去泰國玩，也不一定要結婚啊。且小心啊，可以啊，搶劫，真的要跟我搶劫。那對於很多人選娜娜當炮友，你有什麼想法？很棒啊，就是他就是一個蠻有個人魅力的人，所以我其實也不意外很多人會選他。但當炮友這點，我就也不太確定為什麼，可能是因為他感覺比較開得起玩笑吧。就如果我今天好像也沒有辦法，就是隨便跟一個人很嚴肅的人說，我想跟你當炮友之類的，他可能就給人一種比較隨和、比較開得起玩笑的形象。廣告時間，如果你可以自己進去戀愛女子宿舍，你會最想要玩哪一個環節啊？我全部都想玩欸。現在真的可以了哦。啊？可以嗎？現在我們在辦3天2夜的線下活動，節目裡的環節都可以親自體驗哦。那去了之後會有哪些活動啊？像是羊駝與暴龍、心動拍賣會和真心話大冒險，而且線下活動沒有攝影機，不會有被拍攝的壓力。這真的很棒欸，甚至不用有跟外人出櫃的壓力。對啊，在藍狐盟的社群平台發布日期後的1週內報名，還可以有9折優惠哦。報名鏈接可以在置頂留言找到。這樣子就現省1180了耶，趕快找我們一起玩。接下來就是心動訊息的環節。把你想要對今天最心動的人講的話，然後你就把你們想要對他說的話傳給我們。收心動訊息的方式，待會你們只要每個人說出你們剛剛打的訊息，但是不能提到任何來賓的名字。哦。你怎麼笑那麼開心啊？沒有啊，沒事。那時候要自己念自己的心動訊息，但是我心動訊息本來就寫的蠻想要指向性的，就是他看到他一定會知道，他應該會知道誰寫給他。那我覺得自己念出來也蠻不錯的。完蛋了，為什麼要講呢？為什麼要跟大家講呢？很尷尬哎，而且因為我寫的太 detail 了，就是一講就知道是誰。想跟你聊聊銅臭味以外有生命力的東西。我感覺 Chris 在對我說，好，可能不一定啊，在我暗自感覺 ，Chris 他講的感覺是講給我聽，因為他就是說，因為我們今天出去約會嘛，然後希望下次聊天的時候可以聊聊生活的東西，這樣子。心動訊息，有去約會的一定會考量說，要不要寫給今天的約會對象嘛？就是如果沒有寫的話，是不是你對今天的約會內容不滿意呢，還是什麼的？所以我會有點考量進去，他是不是這樣子想的才寫我。當然，他寫我也算蠻開心，就是我對於那個年齡的不自信，就有比較覺得說，哦，也是蠻期待下次跟我對話，就沒有人直接把我這個選項擋在門外這樣子。但是我也是期待他跟別人的發展，但是我非常開心他的心動訊息是寫給我的，因為他的表達是很含蓄的，所以說不定這就是他最多的表達了。所以是很開心的。今天的心動訊息我寫給李恩，放慢娜娜這邊，然後去認識我第2個想認識的人。所以我寫給他是覺得可能我對我自己的人生的狀態，我其實是有自信也有自卑的地方。那我想要去跟他聊那些他很有熱忱，而且讓我覺得這個世界很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今天的訊息沒有寫給娜娜，就是，但我不知道他今天對約會真的怎麼想的。
但可能就是會需要讓他知道，我們之間會有一些比較現實層面的考量，需要進行的慢一點。很開心今天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跟你慢慢聊，不趕時間可以好好了解彼此的感覺，真的很棒。也很期待下一次還能配對成功，繼續一起把那些還沒聊完的話題延續下去。真的很喜歡跟你約會的感覺，很自在很放鬆，讓人有點捨不得結束。雖然我表面上看起來很平靜，但開車門那一趴真的很可愛，太加分了。仔細想想，好像沒有人這樣做過，以這麼奇怪的姿勢幫我開門。你用什麼姿勢？用什麼姿勢？真的很細心，也很溫柔，情商很高。你分享完之後，你有觀察小鹿的反應或表情吗？有我看不懂我看不懂他的表情。他那個表情是什麼樣的訊息？我的解讀就是一團問號。我們還有7天嘛，咱们慢慢解讀哦。這2天看到你很活潑，而且樂於發表，期待看到你的倒立表演，也希望接下來幾天你可以更輕鬆自在，然後享受到更多快樂的時光。怎麼有新聞稿的感覺？新聞稿的主播記者叉叉叉報道，在播新聞。就是谢 Scarlett， 但是很明顯，因為他說他今天跟他在這邊相處很舒服嗎？感覺可以下次再一起玩。而且他前面說戀愛對象的時候也是說 Scarlett， 我沒記錯，我那時候還跟 Scarlett 說，他想要跟你談戀愛。對，我記得他給他，就代表他对他是对好久旭跟對 Scarlett 是小。我等一下要把這個資訊分享給大家了。我今天的心動訊息寫給了小鹿。我前面說我們可能過了這樣，從早上他請我幫他畫眼線，以及可能過去這2天我覺得他真的很努力的，其實想要帶動大家的氣氛。雖然大家就會就是說，天啊，你真的是藍狐魔 NPC， 你真的應該是有收錢什麼什麼，但我覺得他的努力大家應該是看得見的。他有提到就是我是他的前3名，然後有戀愛對象這件事情，我也是覺得蠻意外的，所以我會想要就是也告訴他說，其實我對他也是有很想要可以繼續認識相處的感覺，然後我也很謝謝他，就是給大家有這麼多 push 的效果。我不確定他會不會給自己有點壓力，因為他有提到什麼可能場面氣氛如果太安靜，他會有就是覺得會受不了，所以我也希望他可以更開心的去享受這整個過程，而不用太去擔心大家是不是不夠活絡這件事情。謝謝你今天幫我化妝，感謝你很照顧大家，也很照顧自己。不知道你有沒有也需要被照顧的那面？給你優格當做回禮，明天再煮蛋。我有一個看不太懂的地方是，小鹿他今天謝謝他的彩妝師，很明顯是久旭，但是我又覺得小鹿應該也蠻喜歡 Elva 的，所以這條線我現在還嘗試着摸清楚，但這2條線哪一條線在我看來都是合理的，也都非常的匹配。他們現在也是一個正三角形，讓我們繼續觀察下去。小鹿很明顯是寫給我的，因為他說他提到畫眼線的部分，所以就覺得就是開心。他是不是其實蠻害羞的？就是我說那種，就是表面大咧咧，但可能內心是比較害羞，需要遮掩一點來表示的人，也不確定，或者是他真的是想要感謝我，都有可能。我覺得心動訊息 Elva 是寫給我的，我的心動訊息就是很明顯，大家都会知道我寫給誰，我寫給你，我會讓你知道是我寫的，我就是走這種直接風。他今天要念出來，剛好又這麼尷尬，所以那時候還在就有點懊悔、有點煩的狀況。然後那時候在那個狀況下，我還打開看我的心動訊息，結果那時候就 Elva 就一邊在念他的心動訊息，所以我就覺得很錯亂。今天過得很開心，謝謝你。希望下次有機會能夠在一起玩。我心動訊息寫給久旭，就是他讓我覺得最開心。沒有遇過這麼外向的人，就可能跟路過的北北開始大聊，這是我人生中完全沒有經歷過的事情，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玩，就是很有趣。
完蛋了，太短了吧？完蛋了，很短啊！完蛋了，写超短。哇，你的2个字哇，这个形象哇，连手机你不用搞哦。完了，怎么了？好期待哦！好，期待跟你打炮。什么？哎，你好低俗哦！我喜欢，哇，我觉得很直接。再一次，安静，显露认真。为什么大家显露认真呢？小众，难怪你3秒写完了，只是想脑袋又打炮。我想说，小姐你在说什么 ？Hello， 你认真？哎，他是要跟我们大家说，他只是講幹話，可是我覺得就半真半假。還沒有講出來的時候，就小猜到他可能會寫給我，就對他講一些小幹話、屁話，然後他會覺得很好笑這樣子，然後跟他的表達方式就是那樣，不會不舒服。今天的心動訊息我寫給娜娜，就我蠻喜歡她的 vibe， 但是也沒有真的有機會可能深入聊很多東西。我當時沒有想到大家會這麼認真，就是一個開玩笑的語氣，我沒有真的在期待跟他打炮，就是一個講幹話的感覺，就是可能剛好前面幾題就講到這個，但我沒有想到大家就是打很多，然後就是這麼真情的告白，可能是因為我就目前沒有太感性的想法，開玩笑帶過這樣。謝謝你對我很多小地方的小貼心，很認真聽我說話，然後除了當床伴之外，也很期待跟你出去約會。我其實非常開心，我覺得對他來說也很難，因為他今天也有約會對象，回來有跟我分享，其實蠻開心的，就整個相處過程是很好的。可是今天有特別寫給我，我覺得也不是那種很敷衍的寫，我有感受到這份感情跟溫暖，我當下是真的很開心的。我想那個心動訊息真的想超級久的，然後我沒有回寫給 Chris， 是我覺得我對他表達算是蠻直接的嘛，就是我好像不用再透過心動訊息跟他講我想要講的話了，就我們很知道彼此是可發展對象這樣子。然後最後寫的Zoe是我覺得我最想要透過這個訊息表達這個小小的細微的東西，因為這個東西可能聊天的時候不會講到這麼小東西。當這個人聽到這個小心動訊息的時候，那個滿足感會很高。藉由這個小小的東西講出來，他就是可以大概知道我對他的感受，這樣是很棒的，所以是寫給他。如果沒有寫給當天約會對象，對方有可能會覺得是不是對今天約會沒那麼滿意嘛？可是你沒有寫給他，你會不會擔心他？我超擔心的，我超擔心他覺得我沒有寫給他，然後他多想什麼的。哦，好煩哦！因為他2天都寫給我，我跟他出去約會，然後我沒寫給他，跟他出去約會回來，我還是沒有寫給他，完了。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們眼神交流上，我會給他一些眼神呢，就是我會在一些時機看他一下。好，我覺得我們倆是最看對眼的，因為我其他的都是很認真的去感受出來的，他就是那種。你現在要我講一個約對象寫，我就會想到他這樣子，完全 bored 的人，然後我完全不在乎他講什麼，我就不會看他，他就講他的，然後我就會看他一下這樣子。所以你的選項裡面要我，但是也可以有別人這樣子的感覺吧。娜娜沒有寫，我不會影響我對他的想法跟對他好感程度，覺得我的喜歡不會基於對方對我怎樣而被影響，就是。我喜歡就是喜歡，但我覺得有現實考量就是有現實考量，就是至少到現在對這個還是蠻理性的。他不喜歡，那是他不喜歡，那是他的事，但我喜歡他是我自己的事。感謝你今天大家在樓下準備開錄，我還在樓上吃要廁所玩，在樓梯遇到你走上來關心問候，很溫暖，真心感謝。Zoe的話就是雖然不太確定他是不是寫給我的，但如果是的話，他其實本來就是感受出來他是一個很細膩的人，這個真的也很反映他的個人特質。感覺他被小照顧的時候，他會蠻記在心裡面的。如果他是寫給我的話，就是謝謝他表達他對我的這個小舉動，然後他感到貼心的這個情緒。我今天寫給小鹿，因為我生理期，我吃藥去廁所處理一下，然後我下樓的時候，因為其實今天真的大家跟我擦肩而過都有適時的就是關心我一下，我都覺得很溫暖。只是因為我下樓的時候，可能大家都已經準備要開錄了，然後我看到一個人走上來，
我不知道他是要去拿東西還是特地上來的，我就解讀成他有特地上來關心我一下。我們在那個樓梯間相遇了，我就覺得哇，就很溫暖，所以我就想說，那我今天心动信讯息想寫給小鹿。Zoe 的讓我超意外的，因為我幾乎没有時間跟 Zoe 相處到，然後可能因為他今天身體不舒服，所以我就想說，因為大家那時候剛坐定，剛好沒有人在樓上，那我就上去看一下他，然後他把這個心動訊息寫給我，我不知道是感謝訊息還是心動訊息，可是我覺得，原來你有記得這個時刻。今天很感謝你讓我過了很開心的一天 ，Yes， 謝謝你願意相信我，跟我分享很多事情，喜歡你的真誠，我們再約。啊，我不想念。我可以省略吗？不可以。从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很是我的菜，因此害羞而不敢主动跟你有太多眼神对视。昨天后访前，你看我很累没電的時候，對我說我看起來像一個沒電的小動物。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感覺很心跳加速。雖然感覺還不太認識你，但你的體貼還有默默照顧人的特質都很吸引我。今天開始敢偷偷觀察你了，覺得你都會自然散發出帥氣撩人的一面，很難讓人不心動。心動啊！是誰的信仰？我覺得已經算是告白等級的。我原本有在想說他會不會寫給我，那他寫給 Chris， 我覺得就這樣吧，因為畢竟這個心動訊息也只能傳給一個人，然後他可能也有他的考量。如果很喜歡這個約會，他也可以直接親口跟我講。然後他後來確實有就是跟我報了一下，說很喜歡今天約會，所以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說就已經是足夠的展現了。所以今天我就是把我很喜歡今天約會這件事情表達給他，就是我的目的。好想要知道這個人的情感容量到底能一次容納多少個人哦？對，因為他可能感覺可以對好多人都講一樣的話。對，如果今天只有我的話，我會覺得就是聽起來非常的靠譜。可是因為我同時知道他可能對很多人也有興趣，所以會稍微打點折扣。可是因為他講的話非常的窩心，所以就還是會覺得這個人很會運用詞彙，以及情感非常豐富，然後很會說話。哎，不行不行不行！哇，丟臉了丟臉了丟臉了！要上了要上了，这个太丟臉了丟臉了！返回一層。有，好，開這開這。完美進球。我剛剛有被問說，九去選我當什麼？有點忘記。戀愛。然後他說我有什麼想法，我就說他可能只是找不到。我想說這一個比較安全回答。對，然後我會覺得大家都想要找打炮，只是因為第一個人要找打炮，第二個人又然後第三個這個人好像蠻方便打炮的，然後就是沒有，我讓我們這些小市場都說這些人都可以約打炮或戀愛，但最後不跟這個人結婚。對，然後我就說沒有任何人選我，另外兩個走心了。那個我會選你。我選你戀愛，Chris 選你，有 Chris 選你戀愛跟結婚，啊？他沒講啊？我們剛剛問了，剛問的，戀愛結婚，沒有啊？可以，不能嗎？可以啊，那樣可以啊。不是我老是不能講，啊，打炮嘞？打炮選，可以講嗎？講，借我躲一下，講了。他有興趣的就李恩呢？有戲，有戲。我們房不知道是誰？不知道啊，該不會是 Elva 跟小鹿吧？你知道他們兩個就是約會房嗎？就是他們兩個一起房他們各獨房之後還一起房。真的，我跟 Chris 跟他跟都沒有。Why？ 為什麼？有可能我在推測，可能是因為就只有他們兩個選藍色的。還有什麼其他可能？我覺得是這個吧，就是這個。Hello，聊個天。好啊，你要聊什麼？沒有，就是我只是想跟你說，因為
我們今天有一起出去約會嘛？我們每天都有心動訊息。你会坐過來一點？我觉得这个距離挺好的，挺好的。我本來在發心動訊息之前，我就想要先跟你講，就是想要跟你說，我們不一定要每天都發給同一個人。就是我們可以，因為我那時候在刪刪改改，我本來就覺得，其實照常理來說，我發給你應該是很正常不過的事情，合邏輯，對。但我後來想一想，就是因為我昨天有發給你，對啊，所以我就想說，那我試試看不同人，所以我一直在想第二個要發給誰，所以我那時候也想了蠻久的。可是因為我不確定你知不知道我的想法，我覺得可以啊，會覺得沒有這個機會可以提前跟你說，讓我覺得有點愧疚嗎？因為我後面看到那個黑板上，真的是誤會，I'm so sorry，就是你的那個雲是藍色的，然後我就想說是不是因為我的關係，然後我就覺得，因為我看到那個之後，我就覺得。Sorry， 我真的是誤會大了，我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剛剛。那規則要好好聽。我覺得我們現在這樣比較放鬆。好，你有覺得嗎？我覺得很棒啊。還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坐在床上，所以我們以後約會都要在床上。這個結論錯了嗎？也不錯，就直接睡覺這樣子。哪一種睡？但開門那 part 真的很可愛。開門？對啊。你說我幫你開門？對啊，從來沒有人這樣幫我開過門的。真的嗎？對啊。誰會一直都沒有嗎？誰會用那麼奇怪的姿勢幫人家開門呢？這樣很奇怪嗎？可是我覺得會閃到腰的姿勢啊。可是因為你兩手東西，所以我這樣去幫你開通常是說你兩手有東西，我幫你拿，你自己開。對，我怎麼幫你拿嘞？你就會我幫你開門，然後我想說這人很特別耶，我喜歡特別的人。好，你說會倒立這種特別嗎？對，每次這你給我開始罐頭回應了，自己注意。我怎麼覺得現在跟你聊天比較放鬆了？那你哪裡時候不放鬆？不知道是都在外面的時候，我不確定，還是因為我們現在比較熟了。我覺得是現在比較熟了，因為通常跟我不熟，會覺得我們中間有一道牆，慢慢打破這樣子。對，那土慢慢鬆了。對，的確，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會對於不認識的人，就是無形中會建一道牆，而且我不會太想透露關於自己的訊息。可是你很可以被問問題，你說我可以被問，如果那個人想了解的話，我會讓他了解。Chris 表達好感跟你跟 Ellie 嗎？對啊，就這麼講的。他有表達對 Ellie 嗎 ？Ellie 也寫，沒有 Ellie 寫 Chris。什麼東西選 Chris？Ellie。對 ，Ellie。不是我說什麼東西選 Chris，就是他最有好感的。對啊。而且 Ellie 表達很直率，他就說你啊，對吧？因為 Chris 他不知道是誰，因為他一直以為是你們倆，但是很受不了。那我想深入 Ellie 這一個，我想深入 Ellie 這一個。想幹嘛？你今天就是覺得說，就是你好感對象是你啊，你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哇，就是不知道回答安全牌。愛人反差。你很，你有反差，因為我第一次見到你的時候，你的臉甚至還在抖你的臉甚至還在抖，你很緊張。那雙子座，你目前有好感對象就只有 Chris 嗎？其實我想進一步約會認識，還是就是單純覺得應該是在沒有要約會要發展約會，然後有那種感興趣的感覺。只有 Chris 嗎？只有 Chris，我比較想見到的話。等下這是情敵在審計。前面可以看到。就那有三個哇，很在意。我沒有要搶轉。你在那邊，你少在那邊，你少在那邊。那個戀愛對象很急。好，你快點。對，前三個不要。前三個發展。位置是我想的。真的？哇，你們疫情，因為亦敌亦友哎。他為什麼？因為你跟 Chris，他第一名是 Chris， 你第一名是 Chris，但是他有什麼？哦，我沒有把你當神敵人，你不是我對手。哎，你不是我對手，我對手。不是，他不是那個意思，他不是那個，是搶生意思。OK。沒有，其實有。他剛剛眼神就已經有點傻，他一定要幫你圓，你還不給？人家要幫你圓場了，不給人家台階下。有一種就是完全沒有被放在眼裡的感覺。
機，他沒有把自己放入就是競爭的本身，然後再突然被指到說沒有對上對手，然後就有點小錯愕，就是沒有殺傷力還是怎樣，就是有點被先壓制的感觉。恭喜！很想继續聽。刚剛那講什麼？因為剛剛樓下嘛，有3個都是選 Chris 的，在那邊吃瓜。那是什麼瓜？那是什么瓜？好像 Ellie， 就是他就說他的第一名就是最想認識的 Chris。然後呢，李嫣就說沒關係，你不是我對手。就是有一部分是說沒關係，你不是，就跟我不是競爭關係，但是有一部分那個娜娜就問說，就是不是那個，就是挑釁的意思。然後呢，李嫣就說也有啊，什麼意思？然後他就你会很不喜欢肢體接觸？我還好。啊，真的嗎？对。等下回去有那個後反就說。不會，來，你請坐啊。他怎麼會這麼主動？這不是我認識的他。新來賓已經在外面等你了。Hello， 我叫佑璇，你可以叫我佑的。大家称呼。我是李恩，你也可以叫恩就好。我要跟你们说，我覺得他一來可能會造成轟動。我覺得他的漂亮是會有威脅性。為什麼會有威脅性？你是會影響現在有在約會的哦。臉沒有亂講，真的臉真的很小，的確在現場會有一種哇哦很驚豔的感覺。警鈴大響，覺得說天哪，會不會這個其實就是 Chris 的菜之類的。如果你還看不夠，歡迎加入我們的會員，1個月只要100塊錢。你小何今天換了新髮型，開始唱歌。我在想說，我要更接近林志炫。來分享一下，面對今天最心動的人說一段話。節目播出後，對方才會看得到。最人心動的人就是今天是小澤。今天最心動的應該是 Scarlett。接了 ，Hello， 那個我就是在那個拍那個節目，然後呢有一個問題需要call out我最好的朋友來形容我談戀愛的樣子。你可以看到幕後花絮，來賓們參加節目前的面試片段、完整版的約會內容，甚至是來賓們觀看播出後的第一反應。但你要注意，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戶的話，請不要從 YouTube 的 App 購買會員，這樣會被多收50塊的蘋果稅哦。所以建議可以從其他的網頁瀏覽器或是電腦直接購買哦。